Masters Insight 0022，人类天生寿命缺陷 The Human Lifespan Defect。作者夫妻物。人类一直以为自己的健康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可以决定吃什么，可以决定喝不喝酒，可以决定抽不抽烟，也可以决定今晚要不要早点睡。因此，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只要我做对选择，就能一直管理好自己的身体。但是，人类有一件事从来没有选择权，那就是呼吸。从婴儿出生的第一口气到人生最后一口气，人不能停止呼吸。睡觉要呼吸，工作要呼吸，生病要呼吸，90岁仍然要呼吸。更重要的是，人类不能选择空气里哪些东西可以进来，哪些东西不准进来。我们不能对空气说氧气进来，氮气进来，灰尘出去，烟雾出去，重金属出去，微塑胶出去。人体在呼吸入口，没有一个能够替我们完成这件事的完美生物过滤器。周围是什么空气，我们就只能呼吸什么空气。这就是我所说的人类天生寿命缺陷。它不是一种遗传疾病，也不是到了80岁某个器官突然坏掉，而是人类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存在的一个根本限制。我们必须终生呼吸，却无法自行阻止空气中的有害物质跟着呼吸进入身体。真正的问题是一辈子偶尔吸进一点污染物，人通常不会立刻倒下，所以人类很容易忽略它。但是毒理问题不能只看一次，还要看浓度有多少，一天吸多久，多久吸一次，连续多少年，这就是累积暴露。想象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如果每天都有人给他极少量的毒物，不是一口就致命的量，而是每天一点点，10年、20年、50年持续下去，我们根本不需要等这个孩子活到80岁才知道这不是一件正常的事。问题并不因为每一次都很少就消失，人体也不是一个无底垃圾桶。我们确实有肺部防御、肝脏、肾脏、免疫系统以及一整套吸收、运送、代谢、排出的处理机制，但所有这些工作都要消耗身体资源，能排掉的身体努力排掉，能修复的身体努力修复。问题只有一个，这种能力不是无限的，而我们偏偏一辈子都不能停止呼吸。也就是说，人体的这场处理工作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停止。我们知道的是，带住环境负担活多久，这也带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今天人类有大量寿命资料，我们知道各国平均寿命，知道男女差异，也记录了100岁、110岁，甚至更高龄的人。可是这些资料都有一个共同条件，所有人一辈子都生活在现实环境里，所有人都在持续呼吸，所有人都在持续承受环境暴露。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真正知道的，其实只是人类在一辈子持续承受环境暴露的情况下可以活多久。但是如果从出生以前、出生以后就大幅降低这重终生负担呢？人类真正的生理寿命极限是多少？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看过。这也是人类天生寿命缺陷最值得追问的地方。他不是在说70岁的人可以突然变回20岁，时间不会倒流。真正的方向是减少每天持续发生的伤害，把身体衰退往后延，把健康维持得更久。这是在延长青春，不是把时间倒转。最合理的方法，不要等毒进入人体。如果我们知道问题从呼吸入口开始，那最合理的方法就不是等污染物进入肺部、进入血液、进入器官以后再叫人体拼命处理，而是在进入人体以前把它拦下来。
这就是 ToxBox 的基本思想。ToxBox 也就是 Air 80 Maze Purifier 空气85迷宫净化机的核心。它不是单纯把一张更密的滤网摆在风口，而是两套力量共同工作。物理迷宫加强烈电场。ToxBox 第一个武器，让污染物没有直路可走。想象一条高速公路，空气就像高速流动的车流，灰尘、花粉、微塑胶、过敏源、重金属以及其他小至 PM0.001 悬浮颗粒，就像跟着气流高速前进的车辆。如果道路一直是直的，它们当然很容易一路通过。ToxBox 偏偏不给它直路，空气一进入黑河，就被逼进一个非常狭窄而复杂的迷宫，里面有多次急剧转弯、穿孔与狭窄通道。空气是流体，可以跟着道路转，但是颗粒有质量，有质量就有惯性，因此气流突然转弯时，较重的灰尘、花粉等颗粒来不及跟着完成急转弯，就会偏离气流，直接撞向迷宫内壁。这个原理称为 Multiple Force Impaction 多重强制撞击，不是撞一次，而是不断逼它转弯，不断增加撞击机会。没有一条笔直道路可以让污染物直接逃出去，那些小道几乎跟着空气跑的东西呢？这正是问题的下一层。较大的颗粒有惯性，很容易理解，但超微细颗粒非常小，它们很灵活，绝大多数可以穿过最好滤网的孔隙。ToxBox 的迷宫仍然有一个重要作用，即使这些超微细颗粒能跟着气流转弯，多次连续急转、狭窄通道与穿孔，仍会一次又一次把它们逼到非常靠近迷宫壁面的位置。而一旦靠近壁面，第二套力量就开始工作。电。ToxBox 第二个武器，先带负电，再用正电抓住。在空气真正进入迷宫以前，会先经过双重负电离区。这一步的目的是改变进入系统中的微小污染物、气溶胶以及其他空气成分的电性，让它们带上强烈的负电荷。接着，它们进入迷宫，而迷宫里的壁面则是带有强烈正电的金属板。原理非常简单，正吸负。所以污染物进入迷宫以后，不只是受到惯性的撞击，它还受到另一股力量。正电壁面正在拉它，大颗粒来不及转弯撞上去，超微细颗粒即使能转，也被迷宫逼到墙边，再被静电拉出去。这两个作用叠在一起，就形成了 ToxBox 的核心捕捉机制。在微细颗粒物一旦进入 ToxBox， 就没有一条物理逃生路线。气体不是颗粒又怎么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追问。微塑胶可以撞墙，灰尘可以撞墙，但是像 VOC 甲醛这种化学气体，不是一颗普通的固体灰尘，那它怎么处理？回答是 ToxBox 不只是一个迷宫，它同时也是一个强烈电场环境。带电的化学物质与含有化学物质的微小气溶胶，水汽微低，被正电壁面吸附捕捉后，高速气流使水分逐渐离开，污染物被留在带电金属表面。结果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微型电镀，也就是让污染物被牢牢留在电极表面。但是如果只是一直堆积，最后仍然会有饱和问题。接着是第二步，电化学氧化，可以把它形容成一台看不见的电动搅拌机。意思是污染物被捕捉到强电场中的金属表面后，持续的电子交换与电化学作用，进一步破坏有机污染物的分子结构。以甲醛为例，其碳氢键、碳氧键逐渐被破坏，最后朝二氧化碳与水这类简单中产物转化。所以这套设计的思想不是把毒素藏起来，而是先抓住，再逐步处理。为石膜它可以长时间工作，传统吸附材料像海绵，吸进去
越装越多，最后满了失去功能。Talksbox 提出的是另一种设计概念 ：Progressive Saturation Long Life Absorption， 逐步饱和长效吸附。迷宫不是只有一小块作用区，它有前后多个深层区域。前段先承受最多污染物，如果有一些东西通过前段，后面的新鲜区域继续捕捉，同时前段已经捕捉到的部分又持续受到电场作用与化学分解，因此整个系统不是一下子整片一起失效，而是前段先工作，后段接手，捕捉与处理同时进行。这个概念可以形容的很简单，像一台不停工作的自我清洁烤箱，它不是只会收垃圾，它一边抓一边处理已经抓到的东西，最后得到什么？把整套机制放在一起。迷宫强迫撞击，负电离让污染物带电，正电壁面把污染物拉出气流，强电场持续处理已经捕捉到的化学污染物，最后的目的就是产生 Heaven Air 架超天堂空气，并以空气85作为整套系统追求的空气品质标准：无尘、无菌、无毒、无烟、无臭、无重金属、无微塑胶、无有害气溶胶。这也让空气净化的意义完全改变了，它不再只是让客厅闻起来舒服一点，而是把空气净化提升到人体呼吸入口的外部防御系统，从生理问题变成工程问题。人类这个天生缺陷看起来非常巨大，它影响的是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口呼吸，整整一生。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一定要进入人体，不需要先改造人体，不需要让身体多做一件事，相反的，把工作搬到人体外面，让机器做，在家庭里做，在学校里做，在办公室里做，在户外做，让原本必须由肺、肝、肾、免疫系统终生承受的大部分环境负担，在进入人体以前就先被处理。这等于把一个巨大的生理问题转化成一个日常机器工程问题。开启设备，让设备替人提守住入口，寿命枷锁解锁器，这项技术效果称为 Last and Shackles Unlocker 寿命枷锁解锁器。这个名称不是人从70岁突然变成20岁，不是返老还童，而是把一个从出生就存在、每天都在发生的寿命负担尽可能从人体身上移开。这生物寿命枷锁解锁圣器的原始设计是我主在2025年赐交给我本人，用来延长人族寿命期限，所以绝对不可仿冒，也不可使用仿冒品，以免触犯未知伟大存在而受到无时间性、无可预测、无法形容的惩罚。如果人体不再把大量生命资源一辈子花在处理环境里不断进来的东西，那么问题就变成了那些原本被消耗掉的身体能力可以拿来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最终效果如何，因为人类从来没有真正做过这个实验。我们从出生到死亡一直都在呼吸现实世界的空气，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的只是人在目前终生环境暴露之下可以活多久。至于当这个条件真正被改变以后，人的健康期可以维持多久，青春可以延长多久，真正的生理寿命极限到底在哪里，人类还没有答案。但是现在我们终于开始有工具可以去寻找答案。